大家好，我是言。今天的策划面对面里面信息量还蛮多的。在讲策划面对面之前呢，有观众就发了这个截图给我。那之前官方所说的5月15号上线呢，是上线在统帅栏里面，并不是说诸葛亮就马上出现，你马上就可以拿到了。客服的回复工兵转盘上线大概在20多号左右，您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你们要看清楚，官方并不是说诸葛亮20多号会上线，他只是跟你讲工兵的转盘会在20多号出现，就是说客服又在给我们玩文字游戏了。你以为的上线并不是真的上线，只是你看到摸不到而已。具体上线时间还需要以游戏内实际情况为准，所以说不定要等到下一个月才会出现诸葛亮。诸葛亮上线的时间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啦，所以我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很大可能要等到20号，又或者是等到6月。这里也跟国服的玩家讲一下，我们国际服是还没有出现诸葛亮的，所以你们不要紧张。那我们正式开始策划面对面里面的东西。希望了解之前统帅调整公告中图特摩斯3世部分技能将进行平衡性调整的具体内容，并且想知道博物馆的争议是否会受到影响。很抱歉在公告中未解释清楚具体的调整，给执政官带来了困扰。图特摩斯3世在博物馆中的争议不会受到影响，可是图特摩斯3世的技能会调整的是觉醒技能迪比斯之威，在修改前释放主动技能之后所率领部队造成的普攻伤害提升 30%， 持续3秒，该效果每8秒最多触发一次，变成工兵受到步兵伤害降低 5%， 后面的部分全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图特摩斯增加了对步兵的抗性，算是加强了。不过其实这个也算是调整了技能，一般来讲呢，调整技能之后官方都是要做出赔偿的。不过说到赔偿这一点呢，可能会有一些玩家会反对，因为它是加强他的技能，不是削弱技能。一般来说削弱技能才需要做赔偿，要返回镜头之类的。像图特摩斯这样加强呢是比较罕见的，就看官方怎样处理。觉醒之后工兵受到步兵伤害降低 5%， 这个是固定技能来的，并不是要等到主动技能触发之后才会触发，后半段才是。并且这段话之后后面是放句号的，也就是说它不会持续多少秒，也不会有 CD 时间。不过官方调整了，会不会修改之前那个 bug 我就不清楚了。下一个问题也是我之前提过的，第3赛季改动为可以使用征服赛季统帅后，征服赛季执政官直接移民至第3赛季，对本土执政官会不会非常不公平？策划答复，我们也留意到了该问题，在第3赛季开放征服赛季统帅的使用，确实可能会放大移民执政官与本土执政官的差距。出于对本土执政官的体验和征服赛季执政官跨赛季移民需求的兼顾，我们考虑调整第2、第3赛季跨赛季移民的数额。处于第2赛季王国可接受跨赛季移民的执政官数量将由30增加至50，处于第3赛季王国可接受跨赛季移民执政官数量将由30改为0。我们调整第3赛季统帅可用范围和征服赛季武将投放范围的初衷是配合近期针对首次进入征服赛季王国的匹配调整，征服赛季移民调整，给进入征服赛季前王国和执政官尽量充足发育时间，使这部分王国和执政官在进入征服赛季后可以相对平滑的过渡。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游戏生态问题。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其实30个名额并不是这么容易抢的，也不一定有很多征服赛季的玩家可以移民过去。我觉得其实官方也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并且为什么调整之后数量变得更少了？原本 K3 也是可以移民30个的，现在只有 K2 可以收50个，而且征服赛季的玩家也可以移民去 K2 啊。那我觉得官方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或许就是 K2 的王国比较少，每一次移民1分钟只能1个玩家而已，就是说征服赛季的玩家抢也未必能抢得进来。假设像现在 K2、K3 都可以收30个，10个王国每1分钟就有10个玩家移民进去。假设只是安排在 K2 5个王国， K3 也是有5个玩家，但是只有5个玩家可以移民去 K2 而已，在1分钟之内。就跟抢热线电话一样的概念，你的线越少，越多人去抢，未必可以接到你的电话。那我本人是没有滚服的，有滚服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子的改动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于当地玩家来说或许是好事。下一个问题，领袖装备的属性太低，对单兵种没有优势。策划答复，补全领袖装备的目的是丰富执政官游玩内容，我们希望执政官对每个兵种装备都有针对性的培养。领袖装备在全属性的机制上更贴合领袖统帅多兵种的加成，而不是所有兵种都可以使用通用全兵种加成的领袖装备。是的，我的想法其实跟官方差不多的。那你们都讲到了，它是全兵种争议，你全兵种争议，你还要求什么直升机？那假设官方真的做得太 OP， 比我们现在单独的兵种还要更高的话，那不是全部人去做领袖装备就好了吗？
并且在之前我有提过，有些玩家他们是已经做了自己的领袖装备，可能是步兵领袖、骑兵领袖、工兵领袖。假设领袖装备做出来的争议比这些还要更高的话，那些玩家做来不是浪费了吗？大多数领袖统帅都是要你混兵的才符合领袖装备，领袖装备你又可以塞其他的兵种进去，你不要的都可以塞进去，还要求打赢纯兵，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不过说到军器确实是比较不公平啦，因为军器呢还是一样没有领袖的。并且领袖装备出到太强的话，你觉得大多数玩家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有不少玩家在做装备的时候都已经要哭了，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做一套完整专属的装备。又要重新去弄过领袖装备的话，这样子不是花更多钱吗？否则要分解现在目前拥有的装备了，也还是要想办法去获得图纸。下一个问题，王国之间活跃人数差距过大，导致 KVK 战斗不平衡。策划答复，感谢执政官的反馈，我们也留意到了这一个问题。随着游戏持续运营，王国间活跃人数差距逐渐放大，部分王国人口已经超出了正常值，造成了一列衍生问题。如 KVK 中王国战斗能力不平衡，部分超高人口国家难以在 KVK 中匹配到合适的对手等，而部分王国活跃人数严重不足，王国管理难以组织起足够的活跃执政官参加 KVK 等玩法。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探索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后续我们可能从限制当王国 KVK 报名最大人数、低人口王国和服等方面入手，进行一系列的调整。随时欢迎执政官针对该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服的事情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提过了，王国活跃人数下降的问题呢，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并且在那时候官方推出跨赛季移民限制的时候，我都已经有反对了。不让新玩家移民去旧区的话，只会让旧区更加不活跃，全部玩家都会选择往新区去跑，旧区的玩家就会越来越少。只要旧区活跃人数越少，那些玩家就会选择弃坑或者是移民，不想要浪费钱的就会选择直接弃坑。但是你们别以为官方说出了这个想法之后他们就会进行更改，官方只是讲他们会考虑和服而已，他这里的回复写可能，并不是真的会实行。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玩家同意和服会比较多。先不要讲不活跃的王国，就连先锋王国他们都要搞合并了，何况是那些更小更弱的王国呢？但是限制先锋王国我觉得是必须的，有些先锋王国真的是人太多了，多数活跃玩家都已经被先锋王国吸过去了，那些不活跃的王国只会更加不活跃。接下来是新的埃及之战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锋体验资格太少报不上名，我的王国原本也是报名了报不上策划答复加开了一些名额，但由于本次活动为先锋体验，可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像设计故障、设计缺陷等。为避免这类因素造成大范围负面影响，我们不得不控制本次活动报名人数，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不然等一下到时候又出现什么 bug 啊，一大堆王国牵扯进去，到时候又在被骂官方在测试阶段还是要用测试的方法。第二个问题，新的玩法会在奥西里斯联赛中生效吗？策划答复，本届联赛所有赛事中都会加入蔽日沉沙玩法，同时为了让执政官进行更充分的赛事相关准备，提前规划战略，我们将会暂时关闭埃及之战练习赛战场中军器和阵型的争议效果，以保证埃及之战练习赛与奥西里斯联赛的赛场状态统一。那下面第三个问题问回上面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军器跟阵型会不会生效？是不会生效的，在练习场里面也是一样不会生效的。最后一个问题，奥西里斯联赛会在何时开启？策划答复5月尾。那么以上就是策划面对面的一些内容啦。策划是完全没有提到新的文明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次的重点就是 K2、K3 的移民制度又更改了，还有策划可能考虑 KVK 报名人数，还有王国合并的事情。我个人是比较希望王国合并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